喺日本嘅西南面，九州、四國同本州之間，圍住咗一片廣闊嘅海域——瀨戶內海。看似平靜嘅水面下，竟然暗藏住一隻面目猙獰嘅巨獸。佢下巴突出，獠牙外露，仲有佢大到不成比例，成個腫瘤咁嘅額頭。佢就係Kobutai柳雕，今次嘅目標魚。同一條魚，有人好怕佢毫無準備咁突然襲嚟，搞到斷肢收場。但係想當然，亦會有人鍾情佢強橫嘅拉力，以至到喺日本釣界流傳咗一個專有名詞嚟到描述。喺食味方面，有人嫌佢有腥味，甚至乎會見到一啲根本唔係用嚟形容食物嘅字眼。但喺另一個極端，竟然有人將佢評價為5星級究極之美味，同藍鰭吞拿、黑瓜子、紅斑等魚齊名。呢條充滿矛盾嘅怪魚已經佔據咗我腦海多年。今次我決定要遠征日本四國，親自揭開佢神秘嘅面紗。終於都出發啦！今次係我第一次純釣魚嘅 trip， 去7日就釣足5日，真係爽啊！呢個 trip 準備咗咁耐，你問我係咪平常心咁去？我話係你都唔信啦，點都有啲期望嘅。第一樣就係真係要釣到我嘅目標魚柳雕先。如果成功咗，我希望最少有一條係過50 cm 嘅。只要釣到呢個 size，我就想攞翻去煮嚟食。我仲專登揾咗間可以煮嘢食嘅民宿添。睇下呢條魚真係5星級美味啊，抑或係鼻水味。終於都嚟到高松市中心啦。其實我而家好肚餓啊，不過我又心急想快啲買咗魚脷先。但喺市中心又何來有釣魚鋪呢？原來釣柳雕嘅脷係唔使去釣魚鋪買，有一種鼻脷喺超市已經買得到噶啦。佢就係呢隻Baname Ebi，其實即係南美白對蝦。咁就一於買2包死蝦，順便加多包生蠔肉，睇佢食唔食先。搞掂咗魚脷，可以去食飯啦。嚟到烏冬嘅發源地香川縣，第一餐梗係要試下正宗嘅讚岐烏冬啦。去到民宿附近嘅車站都已經天黑啦，附近啲餐廳一早收晒，咁就喺超市買嘢返去煮啦。我一路都好想試下喺日本煮嘢食噶啦，今次總算有機會圓咗呢個心願。咁正嘅和牛都唔使40蚊港紙，咁就買包返去淥個麵，順便買埋聽日嘅早餐同埋午餐。食飽飯執完嘢就早啲休息，準備聽日一早出發。今朝得12度，不過好舒服，完全唔覺得凍，啱晒去釣魚。落咗車之後，我哋就行過去碼頭，搭船去我哋嘅目的地伊吹島。因為而家就正值3年1度嘅瀨戶內國際藝術節啦。瀨戶內海沿岸同埋一啲小島咧都有啲藝術活動嘅。而家就係秋季期啦，就最多遊客嗰個 period 嚟嘅，最好就快啲行過去碼頭，一陣冇位上唔到船就大劑啦。去到碼頭，哇，好誇張，官網真係冇吹水，大排長龍啊！好彩早咗行過嚟咋，頭先見到一大班坐穿梭巴士嘅遊客落車。結果佢哋好多人都上唔到船，要等下班啊！一落船，所有人嘅步伐唔知點解都好急，咁
我話晒都香港人嚟噶嘛，個步速居然唔夠佢哋嚟。你睇下啲吊友拖住架車仔仲行得快過我，唔通去到日本岸吊都要霸位？去到好似又冇話集中晒一個位喎。開波啦，綁吊組先。上網揾點吊嘅時候呢，見到呢隻魚通常都係用啲好簡單直接嘅吊組，真係啱晒我呢啲懶人。日本近年似乎就流行用呢一種圓頭鈎嚟吊嘅，咁佢係一種特製嘅粗骨鈎嚟嘅，勁過平時鈎膠重嗰種嘅。佢聲稱就可以頂到大魚嘅拉力。魚脷我就用翻琴日買嘅死蝦肉啦，咁都盡量包住個鈎尖，因為唔知佢正唔正口。之後開杯慢慢放絲，到咗底之後就等運到啦。到目前呢一刻為止，我一路都好有客無，沉浸喺嗰個探索新環境嘅樂趣入面。就算釣緊魚，都係好佛系，當餵下魚咁。似乎唔記得咗，我嚟呢度真正嘅目標係要挑戰一隻喺外邊出沒嘅怪物。當我仲掛住用手機影緊呢隻好似King Sir嘅貓嘅時候，悲劇出現。屌你過嚟玩貓，黐線嘅！喺我啱啱影完隻貓冇耐，竿頭忽然之間猛力向下插，個 drag 響咗2-3秒。到我反應過嚟嘅時候，就係而家呢個畫面，條魚已經入咗石。好明顯，條魚嘅力量遠遠超過咗我本來預計嘅 drag 力。真係有喎，真係有喎！喂，冇咗啦，勾魚都唔知乜鬼。我嘅目標魚柳釣，居然咁樣就同我擦身而過咗啦。等我確認條魚已經走咗之後，我即刻再綁過個釣組，同埋再扭緊咗個 drag。不過，我好快又面對第二個難題，原來呢度化鯉都好嚴重下，平均唔使5分鐘就冇咗口鯉，再咁落去，好快就會唔夠魚脷。仲唔係千佬？如果有殼嘅蝦都食到乾乾淨淨，蠔肉其實真係唔使諗。1分為2，但係唔係大魚嚟啦。再釣多陣，見到好多釣友都收隊搭船，我都就嚟冇理啦。決定走埋一份。我見架船仲泊咗喺度，去到先知原來好早已經枯咗。下班船係4個鐘頭之後，一場嚟到，不如慢慢行下伊吹度，順便感受下藝術祭嘅氣氛。眼前呢個叫 Iriko An 嘅藝術裝置，設計靈感來自於伊吹島聞名全日本嘅魚竿產業。Iriko 就係魚竿咁解，可以加啲調味當做零食，又或者熬製日式煮乾高湯。為咗鎖住魚嘅鮮味，漁民喺附近嘅海域捉到魚之後，會爭分奪秒咁喺30分鐘之內送翻上島上面加工，最快隔日就可以出貨。呢種對鮮度嘅執着，令伊吹魚竿保持住日本第一嘅水準。除咗買嚟煮嘢食，我仲買咗啲用魚竿整嘅扣針嚟做手信添。返去車站附近嘅餐廳食完晚餐之後，就去咗超市，大手入貨咗幾種唔同類型嘅魚脷，
準備迎接聽日嘅戰局。真係生勾勾。今日係釣魚嘅第二日，我本來不安嘅感覺已經慢慢轉為期待。以尋日走咗嗰條魚嘅力量嚟計，都幾肯定係柳釣。就算唔係咁鬼好力嘅，使乜理佢係咩魚？最緊要有得玩，仲要肯食你喎，即係個釣組 OK。我有信心今日得㗎。包場。同琴日一樣，都頗為大風。琴日我就用4 gram 圓頭鈎嘅。喺大風大流嘅情況下，有時唔係好肯定到咗底未。今日轉用6 gram， 尋日就唔夠利釣，今日我梗係唔會犯同樣嘅錯誤啦。繼承喺香港，繼承喺香港釣班嘅優良傳統，唔怕冇利釣，只怕唔開口。唔好話釣，俾我喺度荒野求生3日3夜都夠食啦。有你，停咗蝦先。之後就買咗啲蜆烤碎佢嚟打有利。聽講釣柳釣，肯打下有利嘅話會好好多。暫時覺得落咗有利嘅話，花利會慢少少。好，準備。等咗成朝，除咗呢抽俾咗假希望我嘅垃圾之外，一口魚訊都冇，真係奇怪。明明除咗粒圓加重咗2 gram 之外，都冇其他改動，唔通係啲蜆肉唔啱食？釣釣下，忽然之間有啲着住制服嘅職員問我可唔可以幫手同佢哋一齊揮旗，話要送別離開個島嘅遊客。冇所謂啊，反正都要等下一轉流水。豊浜住あ、富山に住んでる。はい。ベジタブル、ベジタブル、哦。哦，travel。トラベル。用盡我畢生所學嘅日文單字鑑聊咗一陣之後，我哋要歡送嘅嗰班船出現啦！準備好啦，我嚟啦嚟啦！就咁揮一支旗啫，難我唔到嘅。我頭先冇話我要跑喎，咁扯嘅。加油啦！大家都好投入啊！船上面嘅遊客都肯定感受到呢份心意。唔知會唔會有一日喺某幅相或者片入面見得翻自己呢？係係。振るだけ、振るだけ。係。走らなくても大丈夫。哦，係。哦，すみません。係。何時？何時？啊，5時係啊係。次3時。仲有下轉，放過我啦！玩多次。原來呢支旗叫做大魚旗啊！希望佢可以洗走我啲龜氣。點啊，全部都係呢啲。由漲定釣到水退，都係得魚仔化嚟。係咪最差？係咪太粗啊？真係關唔關事啊？其實開始一路喺度諗個釣組有邊啲位有問題。樓下。等下，好快到最後嗰一陣流。咁直釣真係。隨住時間一路咁過，我今日可以開到齋嘅機會都越嚟越渺茫。退埋呢後，轉位。點解你一攞晒啦？唉，算啦。即係琴日都有啲口嘅，今日係0嘅直頭。
喺呢個時候，居然又見翻琴日嗰隻貓。喂，過嚟啊！喂，琴日就係見到你就有魚啊！混接貓，因為佢個得戚樣，再加上之後日日都見到佢，索性叫佢做傾仔。過咗陣，傾仔真係行咗埋嚟，不過佢又唔俾我摸嘅，係咪等緊食魚咧？多謝你咁睇好我啊，我會俾心機噶啦。3點鐘，啱班職員又過嚟邀請我去揮旗，但係而家退定反賬，最主要係我真係冇乜心情，所以就婉拒咗佢哋啦。直到5點走人為止，依然係一口都冇。今日唔想再行過去啦，決定搭的士。早咗到，試下碼頭隔離間拉麵先。呢碗就係用伊吹魚乾整嘅主幹拉麵，有種好清甜嘅魚味。琴日諗咗成晚，覺得最大機會出問題嘅都係魚嘅重量，6 gram 可能真係過火咗。比起第一日雖然只係重多咗2 gram，但係口味又真係沉快咗好多。今日保守起見，用返4 gram。到底之後，突然之間有魚擔住咗，甩咗，定咗2秒都冇。隻鈎直咗少少，個鈎尖鈍晒，可能打個位打得唔靚，換嗰隻鈎即刻再落。相隔10幾分鐘再食多一口，今次輪到斷 PE， 我只係用咗1秒鐘嚟開着部 cam， 但已經搞到支竿舉慢咗，監生俾石膊磨斷咗條絲。嚟到呢刻真係忍唔住，一路壓抑住嘅負面情緒出晒嚟。出去玩好垃圾，我真係冇諗過，連續3日喺同一個地方釣，居然連魚影都仲未見到。到咗下晝浸流，有魚食嚟，不過一抽就知道係魚毛嚟嘅。紅斑，居然係喺香港難得一見嘅紅斑。哇！正常我應該會覺得好開心，但係見到佢就醒翻起我今次過嚟4國，其實本身仲 plan 咗去其他釣點，其中一度正正就係想去高松港。試下揾唔揾到啲大過手板嘅紅斑，喺當地好似都幾常見。係時候要做決定啦，剩翻唔到2日釣魚，究竟係咪應該繼續返嚟呢度，一路咁挑戰落去呢？我頂啊！原來日本人都會沿岸落網喎。係咪嗰種莫名嘅親切感呢？即刻好似返香港咁。當啲水退到底嘅時候，我決定行去另一邊，望下我而家釣緊嘅位置。原來喺水位最高嘅時候，腳底2米位置左右，已經有罅隙可以聚魚，意味住喺你落水嗰一瞬間，話唔定已經有魚喺度虎視眈眈。口里沉水嘅姿態，可能係影響條魚食餌意欲嘅致勝關鍵。呢3日嘅釣果，我諗都可以得出一個結論，就係下晝水退浸流係唔會有柳雕食你。帶住鬱結嘅心情，去車站附近嘅餐廳試咗4國名物骨腐料之後，就提早返民宿休息。民宿主人 F 先生同我傾咗幾句，可能見我成個人都頹頹地咁。佢邀請我去佢喺 reception 度經營嘅 mini bar 嗰度飲翻2杯。嗰一晚，吧台度仲有另一位客人 A 先生，咁啱得咁巧，佢曾經都係釣魚發燒友，不過幾年前放棄咗呢樣興趣。開初大家有啲論盡咁，用翻譯 app， 各自晒下啲見得下人嘅漁獲相嚟做開場白先。咁想當然 ，A 先生喺日本可以釣到個漁獲，不論係數量定係大細都遠超小弟。你釣過最大嘅黑鯊係幾大條啊？佢問。
我諗50到啦。哈哈，過咗60先攞出嚟講啦。唔知係咪見到我羨慕嘅眼神入邊有帶幾分失落？民宿主人 F 先生將個話題一轉，講起我今次嚟四國嘅目的。柳雕 A 先生覺得難以置信，邊有人專登嚟日本釣柳雕㗎？去釣啲巨型吞拿魚仲好啦。我話嗰啲係終極 boss， 我梗係想釣啦。但係柳雕，我覺得都好型喎。かっこいいです。A 先生跟住話，就算釣到都唔好食㗎喎。我話我都有聽人講過，不過我想親自試下。佢點一點頭，我哋又再講起其他話題。當我俾啲喺石仔釣嘅膠魚上去睇嘅時候，佢居然雙眼放光咁話：又幾大條喎，仲要咁多嘅，膠魚好好食㗎喎。但當我補充翻要坐3個鐘快艇先去到呢度嘅時候，佢雙眼嘅神采瞬間就消失咗。講下講下，不知不覺間都夜啦。呢個時候 A 先生去車尾箱攞咗啲咖喱出嚟，呢啲你啱就攞去用啦。終於遇到人可以送出去啦。喺堆咖喱入面，其中一塊鐵板係300 gram 重嘅 TG 烏鋼板，話係用嚟釣大吞拿，相信都價值不菲。太過貴重啦，我冇要到。我拎咗其他咖喱，多謝過佢，同道別咗之後，好快就翻上房瞓咗。嗰一晚應該係咁多人以嚟瞓得最好嘅一晚。第4日翻到嚟呢個碼頭，真係勤力過翻工。喺香港，除咗出外海釣班之外，絕少會咁好心機咁捕一條魚。一來喺香港釣唔到魚，實在有太多藉口可以講。最主要嘅係，我好驚重重複複咁，到頭來得個吉。諗翻當初釣柳雕，其中一樣吸引到我嘅位，就話佢嘅門檻比較低，就咁喺岸邊都釣得到。就算真係歸咗，我諗放棄都冇乜損失。嚟到呢度先知道，當真係有魚喺度，而又釣去唔到嘅時候，想放棄，原來都唔係咁易嘅。流水開始減慢，我亦都密啲轉位。每次轉位，我都會掉走舊嗰隻蝦當做有理。口理落水之後，用支竿去調整佢下沉嘅速度，而唔係直接開杯放絲。而最緊要嗰樣就係部 cam 點都唔可以等到有魚訊先嚟開，因為柳雕食你真係電光石火間嘅事。再一次輸咗，同之前唔同嘅係，今次真係堂堂正正咁同佢角力。啱啱有啲棘咗嘢嘅手感，睇嚟條絲係過成團，已經用到手頭上最粗嘅12號拉腳，仲喺佢食你嗰一刻就已經抽乾。今次輸得心服口服。啱啱先開始慢流，我覺得仲有機會。果然，好快就傳嚟第2口魚訊。放口，定係嚟嘅啦。其實嗰啲即係向後拉嘅，你仲可以係乜嘢啫？同平時一啖過嘅魚訊唔同，今次水底呢條魚食嚟比較謹慎。我相信佢仲未走，所以由而家開始，每個動作都要特別小心。
到底之後，試下輕輕大高口嚟。志剛傳返嚟嘅手感話俾我聽，呢條魚已經中計。條魚雖然已經浮咗面，但我同我撈機相隔成10米左右，仲未係時候鬆懈。得咗啦！終於釣到啦！見到佢頭頂嗰個咁有標誌性嘅鈕之後，我終於可以鬆一口氣。終於釣到，終於釣到啦！多謝你啊，係咪你帶嚟好運？好想喊，真係好想喊。小朋友嚟嘅，唔緊要，真係唔緊要啦，釣到已經好開心。雖然唔係啲夢寐以求嘅 size， 但又未至於小朋友嘅，至少都過咗50 cm 呢個目標啦。果然，柳雕嘅樣真係好特別啊！佢嘅拉力亦都係名不虛傳。喺呢條石壆重複咁守候咗4日嘅，唔止係我，仲有傾仔。由第一日開始，我掛住幫佢拍片嘅同時，又有柳雕食你，嗰陣正正就係開始慢流嘅一刻。睇返呢幾日啲片嘅記錄，佢行過嚟呢條石壆嘅時間，無一例外都係轉流前後1個鐘左右。鬼鬼祟祟偷番薯啊你！唔係淨係早水喎，第2日下晝退定反漲嗰陣流，佢都有準時返嚟。你話係咪巧合呢？我覺得就未必啦。點都好啦，佢係時候享受佢應有嘅成果。反正條魚我一個人都食唔晒。走咗。啱啱先至漲定，好快又會開始落流。釣到1條之後，個心態輕鬆好多，但係有流水，當然都要好好把握。而家即刻試下呢盒琴日喺超市買嘅連殼生蠔，玩係一種未試過嘅釣法。除咗用圓頭鈎，喺日本釣柳雕最正宗嘅釣法就係卡布石主利，主要嘅目標魚仲有石雕同埋黑沙。呢種釣法用生蠔、青口等貝類做餌，用取位啲鉗開咗個殼之後，留翻半塊殼，勾住啲肉，唔加鹽，等佢慢慢沉。
得閒又加啲烤碎咗嘅蠔肉嚟做有利。呢種釣法對柳雕特別有效，因為柳雕本身就係最中意啲喺高空飄落嘅感覺。我最中意啲物件喺高空跌落嚟嗰種感覺。一支箭咁沉落去又唔食㗎，真係中意啲嘢飄下飄下咁啊飄落嚟嗰啲就食。第一隻蠔啱啱飄到落海底，教翻實個 drag 以嚟第一次出事。甩鈎喎！我哋直鈎，啱啱起到嗰條隻鈎已經開開地，換咗新鈎之後，直頭完全拉直晒。哇！直到咁，有冇搞錯啊？終於都醒覺要轉鈎，換咗隻連尖鈎之後，再落個第二口生蠔。吹脹真係。喂，強咁都未有時間去回味頭先嗰條魚，即刻連輸兩口，力量完全唔係同一個級數。喂，點釣啊，大佬？我頂！就好似話緊俾我聽，我目前所見識到嘅，仲未係柳雕嘅全部。毫無還擊之啊！嗰啲大條道咧，哇，兩口魚啊，一落去又冇位咗。唉，哇，頂咁鬼完整嘅斷得。哇！條友真係食過翻尋味。過咗浸流之後，我決定唔等到下晝，早啲翻去試下嗰條得來不易嘅柳雕。哇！超靚 ，Box Jelly。唔想搞到民宿嘅廚房變成血案現場，唯有而家簡單處理下條魚先。柳雕開箱環節，首先起肉切片，生食嘅留一兩塊就算，其餘嘅就打邊爐，魚頭就梗係煲湯。喺食之前，係時要解答一個困擾咗我好耐嘅疑問：究竟頭頂粒柳摸落去係咩手感嘅呢？聽人講話呢粒嘢都食得嘅喎，梗係要試下傳聞中最好食嘅食法——刺身生食啦。切片之後個質感有啲似八爪魚，哇，鬼韌，層皮好韌，哇頂有，食到佢陣膽汁味，鬼臭啊！即係唔係吉穿咗個內臟，真係有陣好難形容嘅臭味。搣咗層皮，淨係食入邊嗰嚿嘢，脂肪味，似啲拖羅嗰邊嗰啲肥咁嘅味，冇咁香嘛。啲生食咧係有陣脆嘅，但係熟食咧，我覺得非常唔錯。喺香港有一釣咧，應該不出2個月都俾人釣到絕種。柳雕嘅食評總結：首先係個柳，淡淡地油脂味，連皮食有苦澀味，兩粒星。跟住係刺身嘅味道，因為未熟成，太過有咬口，可能處理得唔好，有異味，3粒星。煮熟後嘅味道，魚肉切片非常嫩滑，油脂豐富，但腥味都略重，不過怪味就冇晒，魚頭超多膠質，4粒星。總括而言，一言難盡。我諗中意食嘅人會中意佢嫩滑嘅口感，唔中意嘅多數係因為佢嘅怪味同埋腥味。Overall 推薦指數3粒半星。你可以不吃，但一定要請你朋友吃嗰粒柳。嚟到最後一日釣魚。因為前日決定咗留喺呢個 area 度釣柳雕，所以今日都唔想特登搭車去第二個地方釣。其實琴日食完條魚之後，都已經心滿意足。果然，平常心呢個字，都係要達成咗啲基本嘅目標先至講得出口。喂，呢啲嘢搞震。點會估到紅班都有俾我嫌棄嘅一日？今日手多轉咗隻餃做 Sortiga，
冇乜特別原因，純粹係帶咗過嚟又冇用到。不過釣咗5日先嚟轉搞，果然不出意外，馬上就出意外。冇認真對比到兩隻搞個 drag， 似乎塞得太緊。嗱，入石、甩鈎、開鈎、磨斷、戒斷，今次係似係爆嘴，所有甩法斷法都俾我試勻晒啦。我突然間冇隻鈎喎，又輸，黐線嗰啲咩魚嚟真係。後尾諗諗下，我覺得就算扭雕會入石都好，都唔係嗰種一手不放嘅玩法嚟。口梨咁細，隻鈎又細，其實好易打中嘴皮爆嘴。不過講真，都冇乜所謂啦。釣咗咁多日，乜都夠晒皮，剩低嘅時間，我想好好享受下旅行嘅樂趣。琴晚一個人食咗大半條魚，真係飽到想嘔。剩低少少俾埋你，唔好嘥。冇中啦，傾仔，下次再嚟揾你玩啦。今日晏晝終於有餐熱飯食下，喺呢間好有年代咁嘅餐廳入面嗌咗碗麵，居然有以前阿婆煮嘅嘢食嘅味道。食完飯去附近一間舊式嘅釣魚鋪行咗陣，就返民宿擺低啲架撐，諗住搭車出高松行下，點知唔小心瞓鬼着咗，搞到 miss 咗班車。F 先生好爽快咁話，可以車我返去碼頭嗰個大站，喺嗰度就有車出到高松。Nothing to hold me back, take my time, just enjoy the ride. I know man, passing by, life is good, best I've ever felt. F 先生由第一日已經同我講，呢度嘅夕陽好靚，今日我終於可以盡情去欣賞。Oh, I feel so alive. As I reach out to the sky. I found my way. I was in the dark against it all, but made it through the day. 'Cause I found my way. In bad times, I know I'll be okay. 'Cause I found my way. Cause I found my way. Cause I found my way, my way, my way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成啊。首先好多謝大家收睇呢條片啦。第一次剪咁長嘅一條片，咁今次都真係擺咗好多心機落去整，因為我覺得都算係一個幾深刻嘅 trip 嚟。除咗釣魚嗰部分呢，我都好想記低埋旅程入邊嘅一啲點滴，所以就加入咗啲插畫同埋少少簡單動畫嘅元素落去。咁希望呢可以還原到當刻嘅一啲感動。如果你哋都可以一齊感受到呢，咁就非常好啦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希望可以幫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喺 comment 度話俾我知。你嘅支持對我嚟講好重要㗎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